没想到萧焕还真是个情种。别动！怎么会这样？让你失望了，我醒过来了。这不可能！我的幻蝶粉怎么会失效？你们两人怎么可能都安然无恙？双维自刻皆百毒，看来你调查的还不够清楚。苍苍，钟灵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多亏萧千青带了傀儡香，我们控制了一个侍女。好，解药，快！走吧。放开丹主，留你们一个缺失。让他们让开。让开！快点！萧焕，你以为你逃得掉吗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老老实实交出月石隐，否则我让你们所有人五感尽失，经脉寸断而亡。钟灵，放肆！护法饶命！我想要月石隐，也是为了孝敬护法。是吗？我怎么听说你是想自己成为鬼王？拿命来！罗血血。
你无事便好。那日，我亲眼见你葬身火海，爹爹后来派人去找你的尸首，也是断了一根手指。我就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那你后来是怎么逃出来的？那个酒窖里有一个地窖，我藏身其中，才好不容易捡回一条性命。后来，你也没再来找过我。我知道，皇上一直将我视为眼中钉，我要是贸然出现的话，只会给你添麻烦。所以，我想着要浪迹天涯呢。那你如今突然出现，是为了要刺杀他？为什么？我不想看你一次次被他伤害、痛苦，将你置于险境。苍苍，他是你的结束，不要再和他纠缠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是下不了决心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罗大哥，自从你走了之后，我跟他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甚至也是我没有想到的。我和他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替我做决定。是我多管闲事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罗大哥。苍苍，你忘了吗？我的命既是你给的，那守护你，便是我一生的职责。我不想看你受到一点伤害。听说这里查抄了一个坏人的据点，有不少失踪的孩子。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被灭口了。动了！他们说你要死了。不行，罗显血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死。我罗显血向天发誓，我罗显血向天发誓，以后就是林苍苍的人，以后就是林苍苍的人。不管多艰难，哪怕为了林苍苍，也要坚强的活下去。不管多艰难，哪怕为了林苍苍，也要坚强的活下去。苍苍，我是为了你，才在火海中找出一线生机的。罗大哥，自从你进入林家，我就把你当亲哥哥一样看待。你还记得我入宫之初就对自己立下誓言，一定要保住林家所有人的性命，我从未改变过。只是对萧焕，我现在……所以，无论他怎么伤害你，你都不愿伤害他，是吗？罗大哥，我想你们之间也有很多的误会，需要时间去把它说清楚。好吧，既如此的话，那便下次再说。哦，也好。苍苍，我还记得你从小就最爱吃梨花蜜，今天我特意带来了。没想到，这么长时间你还记得？那是自然。快趁热尝尝。嗯。还是以前的味道。
这里面，苍苍，罗显旭，我知道你为何而来。你如果真的想当个死人，就不该出现。那就废话少说，交出月石翼，然后受死吧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我之间终有一战。你有想过苍苍怎么办吗？我绝不会伤害他。你已经伤害到他了。你明知道林雪峰在利用你重组灵璧教，你却心甘情愿地当他的走狗。你明知道苍苍心中有我，却帮着林雪峰来杀我。你这么做，让苍苍怎么办？废话少说，动手吧！住手！苍苍，骗我！你不是应该已经……梨花蜜的迷药我也用内力催出，你的假死天衣无缝，一个人也不可能完成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苍苍，我的命气是你给的，也是义父给的。义父之命，显血不得不从。父亲，父亲什么命令？今日他必须死！你休想！苍苍，你让开！萧行营早已埋伏在此，你根本杀不了我。罗显旭，你忠心耿耿地为林太傅卖命，却可惜啊，你是个蠢货。你可知林太傅究竟做了些什么？义父无论做什么，都是为了林氏，还有苍苍。是吗？你可知林太傅为了让皇兄拿出救命之药，不惜给林苍苍下毒？他真的是为了林苍苍吗？什么？父亲的？难道是梨花蜜？这是今日林太傅带来的梨花蜜，按照吩咐加了4勺。罗显旭，束手就擒吧！你休想！等等！皇上，放了他吧。放了他。苍苍，走！我不想再看见你。走啊！好，
你走吧。原来一清都是父亲。你先回去吧，让我自己想一想。臣愿自请辞官，臣望皇上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唯一的女儿。算是回来了。恭迎皇上皇后回宫。众位爱卿，许久不见，可都安好啊？哎呀，老臣斗胆，敢问豫章王爷，还要监国多久啊？这个嘛，皇上龙体已经大安了，但还需要再休养一阵。难为林太傅还要对着本王这张脸再过一阵子。哎呀，皇上和皇后娘娘间谍情深，真是我大喜之幸啊！行了行了，林太傅这些话还是等皇上从行宫回来之后亲自对皇上说吧。咱们来说说徐州之事。徐州灾情已经暂且得到了缓解，可惜宋兰溪宋大人不幸遇害。
李大人，是本王对不住你。小徒为国捐躯，还望王爷彻查闹事真凶。大人放心，本王义不容辞。可如今徐州府尹人选暂缺，徐州并无可用之人。据老夫所知，这前徐州刺史算是凌太傅门下，不知这新的府尹人选，凌太傅有何提议呀？哎呀，真是没想到，这个徐州刺史竟然犯下如此伤天害理之事。他早就把老臣的训诫抛诸于脑后，简直是老臣的耻辱。是啊，本王也是没想到啊。李大人，既然您老已还朝，徐州刺史的人选就由您来推荐吧。老臣遵旨。太傅大人，帝后确实已至温泉行宫。显血还没有消息吗？是。我从小就跟他在一起长大，我的使命就是保护苍苍。可如今的他已经不需要你保护了。谁说的？皇上说的。哦，那我怎么办啊？你想做什么，就做什么，逍遥又自在，不好吗？那我可以吗？你可以啊。哎呀，我也觉得我可以。花湿了整片雪，茶雾漫漫，回忆回返，带着点酒摩擦。那年的心牵着河里走过，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我说你刚才亲我额头，什么味道？我嘴里还有些酒味，你要不要尝尝？甜的，但还有点涩。显血少爷，你这是……我只问你，是否真的在小姐的梨花蜜中下过毒？是不是？竟是真的。
叶父亲真的要害苍苍？不是的，太傅大人自有他的苦衷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小姐，为了林氏，他不是有意要加害小姐的。我问你，若是那个人没有给小姐救命药，小姐会怎么样？你们这是在拿小姐的命在做赌注！罗选穴，我把你从死人堆里扒出来收养你，你就是这样背叛我的吗？我是苍苍的父亲，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他好。选穴啊，这是他必须要走的路，我们能做的就是为他铺路，让他走得稳一点，走得远一点。我知道你不忍心，我这个做父亲的又何尝不是呢？可这是他最想知道的真相，也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事情。臣女林苍苍，恳请皇上放过林氏一族，放过罗显轩，自愿加皇上为后，请皇上成全。教官，你放过他！放了他吧。对不起，原来错的是我，我自以为对你的好，竟都是在害你。苍苍，我罗显轩对天起誓，从今往后绝不会再让你受半点伤害。我怎么在这儿？太后，小的马上去通报。不必，哀家倒是要看看，今日皇上归朝，哀家这个好儿子还有脸在家安睡？太后，小心凤体。拜见太后。哪来的野丫头？
衣冠不整，鬼鬼祟祟的，在豫章王府做什么？春宵苦短，行酒作乐。不然，母后以为做什么？你，太后，太后，恭迎皇后回宫。双林，你带我出宫来，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？啊，我苍苍，就是你，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哎，没什么。我就是看你闷闷不乐的，那想带你过来放纸鸢。苍苍，看你一直不太开心，发生什么了？我想到了父亲，林太傅。自从我们从江州回来，遇到罗显血之后，你就一直怪怪的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直到今天，我才把所有的事情串起来。原来这一切背后的始作俑者，竟然是……萧欢始终都没有跟我说过父亲这一切的所作所为。我想，他是想保护我，怕我承受不住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从小那么疼我、那么护我的父亲，是什么时候变的？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？苍苍，太傅只有你一个女儿，他肯定是爱你的。这爱里到底有几分真心，有几分利用，我已经分不清了。他笃定萧桓会用双梅子来救我，如果我能顺利怀有身孕，他便可以扶持幼子登上皇位。那这现下要如何呀？太傅既然动了这心思，皇上打算如何处置他？你夹在他们俩中间，该怎么是好啊？萧桓是大齐的明君，是百姓的好皇上。为保大齐，社稷安稳，百姓康乐，我定要和萧桓站在一起，并肩同行。至于父亲，我只希望他还能回头，但我还没想好该怎么面对他。苍苍，会的，太傅一定会的。
如咱们去放纸鸢吧，别想了，就当是把这些烦恼愁苦像纸鸢一样都放掉，好不好？走，走。小子跑得快啊！是啊，哥吧，当心点啊！等等我。太快叫了，老哥。今日想与众卿商议一下江州废除减级制一事。除此之外，各地进行临时集中处理减级制，从而逐步废除。诸位爱卿，可有什么异议？皇上，臣以为这临时减级制虽能解决一时之忧，却恐带起不良之风，还望皇上三思啊！何种不良之风啊？这……皇上，幸大人之意，刘明本因减级征税问题所生，若集中缉处，恐怕会引起税制问题，所以不能这样下去了。既然提到税制，朕也有所考虑。这税制已是先皇时所定，是否应该因时改进了？皇上，这税制已经沿用数十年，它总归有它的合理之处，不能说改就改了吧。老夫认为皇上所言不无道理。李大人所言极是，臣弟也支持皇兄的提议。豫章王有何高见？正如皇兄和林太傅所言，税制确实有数十年未曾改过，但如今我们大齐的发展也从未停下。微臣以为，恰可以从打破陈规、更改税制开始。豫章王所见与朕略同。当下所用的税制征收多样性，引发了官员频频舞弊。朕也想过，是否要将现在的征收种类化繁为简，按亩定收。当然了，现在这一切都在商讨的过程中。众卿如果有任何的想法，都可以上奏于朕。既然众卿都没有什么想说的，那今日就到此为止吧。无事挂孝，咱们英明神武的皇上，这又是在打臣弟什么坏主意啊？朕只不过觉得豫章王今日的表现非常亮眼，想想，确实好久没有跟豫章王好好的说说话了。你尽管得了便宜卖乖吧。那你觉得朕的想法如何？征税政策若真能简化，各地官员难以作弊，财政收入应增不减。最为关键的是，百姓的纳税负担必有所轻。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法子。不过，减级问题，治标不治本。慢慢来吧，要更正，总要花些时间嘛。听说你停了皇后的避子汤。这你也知道？此事母后对你的上心程度，可是远胜于我。朕听闻，
太后一直急着给你物色王妃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朕帮你选几个？我真后悔多管闲事去救你。看，朕赢了。娘娘，这水灵灵的梨还能烤着吃？是啊，这是我娘独创的吃法。小时候，我还记着，我经常跟师傅还有爹爹。太傅也会烤梨？老夫也是许久未考了。爹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快坐。娘娘坐。哎呀，嘿嘿嘿嘿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烤梨，只有水泉村的金叶梨才是最好的。它汁水充沛，好了以后呢，再抹上一些你最爱的梨花蜜。哎呦，当时啊，你可喜欢吃了。